别走行不行？你怎么一个人抱着孩子在这里？你是不是跟刘火吵架了？你过得好不好？我过得特别好，我有一个爱我的老公，我有一个疼我的婆婆，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我这么说，你是不是心安理得一点？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丫丫。我没有一天不再想你，不再牵挂你。我希望你过得好。你希望我过得好？1年呀，整整1年呀！你一个字，一句话，一条短信都没有给我留。你希望我过得很好？你听我解释行不行？解释，小辉，都给你有无数次解释的机会，可是你都选择了放弃，你躲着我，你在我最痛苦的时候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，你都躲着我。我到底做了什么让你这么怕我呀？你又做了什么不敢见我呀？你整整人间平凡1年呀，你怎么解释啊？对不起，丫丫。对不起，你能不能冷静点？我怎么冷静？6年，6年啊，向辉，我们在一起6年，我们经历过那么多美好的时光。你说过你要跟我结婚。6年的感情，你说不要就不要了，你让我怎么冷静啊？你知道我这段时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你知道我是怎么面对我的家人的吗？你不知道。不过这些都与你无关了。我现在过得特别的好，我现在是别人的妻子了，我嫁人了，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以后请叫我刘太太。如果你会想起我。我说这大冬天的，你怎么把孩子带出来了呀？赶紧坐，赶紧坐。我跟刘火吵架了。啊？本来我想回家的，但是回家我妈也会骂我。花，我能在你这儿借宿1宿吗？当然了，你想住多久都没问题。我刚才在路上碰见向辉了，我差点就把孩子的事告诉他了。你疯了！你千万不能说！哎呦，刘火要是知道了，他会怎么想呀？这男人都是要面子的。再说了，要是他家里人知道了，这孩子不是刘火的，这还不闹得天翻地覆啊！丫丫，你以后日子还要不要过了？你可要想清楚啊！放心吧，刘火呢，他对孩子，对我。都挺好的，不管我们怎么吵架，在我心里，他都是孩子的爸爸。
永远都是。笑笑，下一个。等一下。小慧，小慧。白先生，我现在有点事情，等你来的时候，你给我打个电话，好不好？哎。小慧，我问你，你昨天晚上是不是跟毛丫见面了？没有。没有？你还骗我！昨天丫丫晚上住我那儿的，她什么都告诉我了，你为什么还不承认？小慧，你是把我当白痴耍吗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不是想骗你，那你说我怎么办？现在我跟刘火在合作，经常的会碰面，那见到丫丫那是难免的事情。我不想告诉你，那是因为我怕你知道了会不高兴。小慧，我知道你心疼我，可是我最近真的好烦，我哥的事儿一直就这么吊着，我真的快活不下去了。童话，你也别太担心了，你哥肯定没事的，啊。小慧，我求求你不要离开我。作为孩子的亲生父亲，接下来你准备做什么呢？还有，我送了你一个这么大的礼物，我希望在以后合作上，向总你能给我行个方便。我坚决不相信，笑笑不是刘火和丫丫的孩子。事实就摆在面前，虽然现在你不敢接受，但并不代表它不存在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只是毛丫丫，我没想到她能揣着这么大一个秘密骗了这么多人。何雨琪，你也真是一个可怕的女人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，我只希望火器公司能顺利通过7星级酒店的审核。你是想拿这个跟我做交易是不是？也不能这么说，我也希望孩子能跟亲生父亲在一起，毕竟刘火不是他的父亲。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毛丫丫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我的意思你懂吧？所以，你想让我帮你，让丫丫离开刘火，一箭双雕，是不是？向总这么说话可太难听了。我想跟刘火在一起，是因为我真的爱他。难道你就不爱毛丫丫了吗？我这个人做事很理智，我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。向总，你知道吗？我也希望孩子能跟亲生父亲在一起，毕竟刘火不是他的父亲。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毛丫丫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我的意思你懂吧？喂，丫丫，咱俩见一面吧。
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一下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我还要回单位呢。其实也没什么事情，我就是想问你一句，你的孩子到底是不是刘火？向慧，你大白天说什么鬼话呀？不是刘火，难道是你的吗？我还不会傻到那种程度。我被你抛弃了，我嫁人了，我还怀你的孩子，我凭什么呀？你哪来那么大的自信呢？你也不照照镜子，你是谁呀？你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。是，你说的是。你想怎么骂就怎么骂我，只要你心里痛快。向辉，我现在很幸福，无需以慢女来取乐，请你不要打扰我的生活，更别痴心妄想，孩子是你的。向总，看什么呢？这么入神。你来干什么？昨天晚上可是你约我的，你已经忘了？对不起啊，我想起来了。怎么了这是？干嘛这么一筹莫展的？天又没塌下来，至于吗？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我已经问过丫丫，她很确定地告诉我，那孩子不是我的。他说了你就信呐？向总，你是不是太天真了？毛丫丫现在家庭幸福美满，你觉得她愿意承认吗？倒是你，你是不是也希望她不承认呢？这样，你就不用自责了。我这儿啊，有一张孩子的照片，看着眉眼，跟你还真是有几分相似呢。喏，没关系，你没有兴趣呢，我就放在这儿。反正能帮的，我已经只能帮到这儿了。如果你还是不相信的话，我劝你去做一个 DNA， 免得日后后悔。向总，再见。雪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在这里跑步呢，这么巧？是啊，好巧。哎，你这该不会又是跟童话演的戏吧？对不起啊，那时候强迫你跟我们演戏了。嗨，年撞了。哎呀，不说这些了，你现在怎么样啊？你是跟童话在一起呢，还是毛丫丫？我两个都没有，我现在刚从国外回来，发生了很多事情。哦，这样啊，那太可惜了。可惜？可惜什么？我多句嘴啊，这两个女人呢，我虽然只见过一两面，但是看得出来，她们都爱你。哦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，咱俩后会无期。走了啊。丫丫，我真的好害怕，好害怕打扰你现在的幸福。小辉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了呀？咱俩以前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来这的次数还算少吗？
6年，2000多个日子。我来这儿见你父母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。你想说什么？你又想表达什么？如果你想叙旧的话，那请你走开。失败的感情已经成为过去，那就是一种经历而已。我早就把它抛到脑后了，我不会去想它，也请你不要去想它。你走吧，我们家里的人不欢迎你。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，发微信你也不回，我有些事情我总得弄清楚吧。我今天来这儿，我就是想问问你家人，笑笑他到底是不是我孩子？夏辉，我发现你真是可笑哎！我不是都说过了吗？你怎么就是不相信呢？哎，你来这里就不怕我家里人给你脸色看呀？特别是我哥哥，他能一棒子把你赶出去，你信吗？毛希莲，就他，我还真就不信。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咸鱼翻身了，成为金领了，我们家里的人就会对你改变态度。我告诉你，不会的。你听清楚了，我再说一遍，笑笑是我跟刘火的孩子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请你打消这个疑问，不要再作茧自缚了。我作茧自缚？丫丫，从我一开始听到这个留言说笑笑有可能是我孩子的时候，我就没有一天安宁过，我脑子里每天都会有一个大大的问号。如果这件事情没有搞清楚的话，我就会寝食难安。我是个男人，如果这个孩子真是我的话，我必须要承担这个责任。承担责任？别说笑笑不是你的孩子，就算笑笑是你的孩子，我也不会让你去承担这个责任的。你算什么呀？你就是一个前男友，你在我这儿充其量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前男友而已。是，我是。有些事情我当初应该跟你当面讲清楚，我很对不起，我跟你道歉。丫丫，你听我跟你解释行吗？我不想听，我什么都不想听。你的任何理由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，那就是我是刘火的妻子，孩子的母亲。向辉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再给我添乱了，行吗？我求求你，不要再给我添乱了。丫丫。向总，我已经派人给你准备好了孩子的胎毛，请你做亲子鉴定用。向辉，怎么了？找我找那么急？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出什么事儿了？童浩，我问你，你跟毛丫丫是好朋友，也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吧？算是吧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什么叫算是吧？以丫丫的性格，她肯定什么事都会告诉你吧？那也不一定啊，他也不是什么事儿全都告诉我呀。童话，我跟你说话也不想绕来绕去的了。毛丫丫的孩子的事情你知道吧？孩子？什么孩子啊？他和刘火的孩子？对，就是那个孩子。可是何雨琪她现在告诉我，这个孩子有可能是我的。这怎么可能啊？丫丫的孩子怎么可能是你的呢？向辉，何雨琪他在骗你，他是故意的。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和刘火的关系，他现在就是利用你拆散丫丫和刘火，你可不能上当啊！我不管他想做什么，但是现在我在问你。如果你不想告诉我也没有关系，这件事情我自己会查清楚。
别好。我有一个爱我的老公，我有一个疼我的婆婆，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对呀，我没有一天不再想你，不再牵挂你。我希望你过得好。我们在一起6年，我们经历过那么多美好的时光。你说过你要跟我结婚，6年的感情，你说不要就不要了。你知道我这段时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你知道我是怎么面对我的家人的吗？你不知道。不过，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作为孩子的亲生父亲，接下来你准备做什么呢？事实就摆在面前，虽然现在你不敢接受，但并不代表它不存在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只是毛丫丫，我没想到他能揣着这么大一个秘密骗了这么多人。你的孩子到底是不是刘火？你大白天说什么鬼话呀？不是刘火，难道是你的吗？我还不会傻到那种程度。我被你抛弃了，我嫁人了，我还怀你的孩子，我凭什么呀？你哪来那么大的自信呢？请你不要打扰我的生活，更别痴心妄想孩子是你的。向辉，何以琪他骗你，他是故意的。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和刘火的关系，他现在就是利用你拆散丫丫和刘火，你可不能上当啊！那我们就要相互合作，相互信任。你的事情我替你解决，火旗公司的命运我交给你。向辉，你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生活，为什么你一点都不快乐呢？是因为孩子，还是因为丫丫呢？这是什么？毛丫丫孩子的胎毛。何以琪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给我这个干什么呀？我当然是想帮你了，我想帮你确认一下这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。这个我可是费了好大劲才拿到的，到时候你得谢我哦。据我听说，毛丫丫在结婚之前，应该只有你一个男朋友吧？那这孩子的爸爸，不会还有第3个人吧？何雨琪，你说话注意点。好好好，当然了，这个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过。如果你想知道确切的答案，选择权在你。现在我要回去想一想，在孩子百日宴那天，我要送什么样的大礼？经过鉴定，孩子的 DNA 跟你的匹配度达到了99.99%，也就是说，这孩子是你的。真的是我的孩子。说不定毛丫丫还会遭罪呢。你以为我不想吗？我也想，但是现在丫丫根本不想见我，我怎么跟她走？果然是你们联合起来整我！丫丫，不是你说的这个样子，你听我给你解释一下。解释什么呀？有什么好解释的呀？向辉，你现在满意了？现在刘火他妈知道孩子不是我跟刘火的，你满意了？当初你扔下我们，一声不吭的玩消失。我跟刘火好不容易组建起一个美好的家庭，你却横空出现了，
还跟这个女人在一起，你要怎么样啊？毛丫丫，你现在才想起害怕了，晚了，该知道的人都知道了。你敢打我？我打的就是你，给你拼了！何以琪，我对你一忍再忍，是因为看到你对刘火曾经的付出。现在你所做的一切，让我对你忍无可忍。毛丫丫，你装什么清高啊？本来就是你插足我跟刘火，孩子本来就不是刘火的，你早就应该带走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你真行，真厉害！你们要联合起来对付我是吧？向辉，你要跟我抢孩子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毛儿他没有，孩子是我辛辛苦苦怀胎十月生出来的。何以琪，你要跟我抢刘火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也没门儿。我跟刘火好不容易在一起，不是说分手就分手的。我告诉你，你们两个白费心机了。你们这么做，除了让我跟刘火更加看不起你们以外，其他什么用都没有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再胆小懦弱了。我一定会好好守住孩子，守住刘火的。你们就等着吧。你做梦！我绝不会放手。向总，好久不见。大哥，你干嘛跟我这么客气啊？您现在可是成功人士，一鸣惊人，一飞冲天，我当然得客气点了。找我什么事儿？没什么事儿，大哥。我想说，丫丫，哎，您要是有什么发财的路子，咱俩可以好好聊聊，我绝对奉陪。丫丫就免谈吧。她现在烦着呢，你千万别给她添麻烦去。我也知道她烦着呢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可能给她添任何的麻烦。就是那孩子，你孩子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向辉啊，无论是丫丫还是孩子，你都少惦记。我没惦记，大哥你放心吧，真的，我绝对不可能惦记。那你想怎么着？我就是想看看那个孩子，我想抱抱他。做梦呢吧你？那孩子是丫丫和刘火的，少打主意。大哥。不接电话呀，小辉！哎呀，真急死人了！从昨天到现在都找不着人。丫丫，喂，花，你现在有空吗？啊，有。你在哪儿啊？离婚协议书，刘火写的。不是，是他妈。他妈？花，现在他妈已经知道，孩子不是我跟刘火的了，是何雨琪，还有向辉一起策划的。向辉？难怪我这几天打他电话也不接，人也找不到，他怎么跟何以渠混一块儿了呀？哎呀，这个坏女人！有他准没好事儿，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哎，对了，向辉有来找过你吗？他有说他想干什么？他是不是要跟我抢孩子啊？丫丫，都这种情况了，你还管他干嘛呀？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和刘火，你俩在一起多不容易啊！哎，刘火呢？他现在什么态度啊？他也要离？没有，他没说。哎呀，那不就得了？只要他不愿意，谁都没办法。可是他妈现在恨死我了。这样情况的话，他肯定不会让我跟刘火继续过下去的。我该怎么办？呀，你听我说，你这婚千万不能离。你只要一离婚，向辉肯定过来跟你抢孩子。你说你一管姐有什么呀？你凭什么跟向辉抢呀？向辉他现在要有钱有钱，要有地位有地位的。
他要是把你告上法庭呢，你说这法官会把孩子判给谁呀？对对对，你说的对。丫丫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，这婚千万不能离啊！哥，你跟妈说，千万不要让向辉接近孩子。还有，如果向辉要来找你的话，你千万甭搭理他，听到没有？向辉，你以为你不接电话不回家我就找不到你了吗？你敢不来上班吗？这里这么多人，有什么事情能不能回家再说？我不，我今天就要跟你把话说清楚了。我知道你根本就不爱我，你勉强自己跟我在一起，心里每天都想的都是丫丫。我知道，你可能还有点恨我。恨我拆散了你们，可是事情已经走到了这一步，你就算再恨再后悔，你也不能跟着何雨琪一起去破坏丫丫的生活啊！你就算知道了孩子是你的又怎样？你凭什么去跟丫丫抢这孩子啊？童话，你每天在做同一件事情，说同样的话，你烦不烦？我没有去抢孩子，我只是什么？向辉，我们俩走到了一起，我们背叛了丫丫，这已经无法改变了。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，只有让丫丫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，而不是去打扰她的幸福。向辉，你跟我回家吧，忘了丫丫，忘了孩子，这样对我们大家都好。忘了孩子，他跟我有血缘关系。笑笑他是我的孩子，我已经错过了他的出生，错过了他的成长。你告诉我，我怎么忘记他？我怎么能骗我自己？向辉，你说过你已经辜负了丫丫，你不会再辜负我的。可是你现在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辜负我。向辉，我求你，算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不要离开我。白先生有急事找我，有什么事情，回去再说吧。帮我拿一个那个镜子公主美美的蛋糕。您是送给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呀？年轻人。您需要几岁的蜡烛呀？我要16岁的吧。您蛋糕上需要写什么字吗？你帮我写童话16岁生日快乐，友谊万岁。你们的感情真好，请稍等。谢谢啊。钟小姐您好，感谢您对72岁公司多年的支持和信任，这是送给您的生日礼物，祝您生日快乐。谢谢，再见。许愿吧。那你得先唱歌。还要唱歌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向辉，你就不想知道我刚刚许的什么愿吗？生日愿望是不能说的，说了的话就实现不了了。向辉，今天真的很谢谢你，
陪我度过这个难忘的生日，只属于你和我的生日。童话，过完这个生日呢，你就该长大了。现在你哥不在你身边了，你要学着保护自己，照顾好自己。我不要，有你在，我要你照顾我。哎，我的生日礼物呢？生日礼物，你刚才把我拉得这么急，根本就没有时间去买礼物。那，你就把你自己当做礼物送给我。画。丫丫，向辉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丫丫，丫丫，我正要打电话给你呢。我给你打了无数个电话，你电话都关机了。今天你生日，我还给你买了蛋糕呢。丫丫，我手机没电了，在充电呢。哎，你看向辉，他今天也是特地过来陪我过生日的。我本来一个人在家孤零零的，幸好有你们在。那你们过吧，我先走了，蛋糕给你，生日快乐。丫丫，你还是留下来吧，陪童话一起过个生日，就像以前，好不好？我们已经不是以前的人了，我们都被残酷的现实打败了。丫丫，以前我的生日都是你们陪我过的，今年发生了那么多事儿，不过你们还记得我的生日，我真的很感动。你留下来吧。不能再看着你和丫丫纠缠下去了。今天，我必须要你给我一个答复。童话，你这么着急把我找过来，我看你不像有什么急事儿的，你是不是又在胡闹？我没有，向辉，我今天早上顿悟了，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你是不是想清楚要干点什么了？向辉，我知道我们俩的缘分起源于背叛，但是我相信我们之间是有感情的。我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我用了最后的一点钱买了这颗戒指，我希望你能够亲手为我戴上。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，向辉。我知道
我等不到你为我买戒指，所以我买了。童话，你听我把话说完，向辉，你知道吗？每一个女孩都会幻想自己被求婚时的场景。我以前怎么都不会想到这天会是这样，可是什么都已经无所谓了。向辉，你就是我的幸福。为了追求这一点点的希望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你。向辉，你愿意娶我吗？童话，你看看你今天这么勇敢，也这么漂亮。我说过，你值得拥有一个比我更好的男人。你之前不是一直在问我，到底还爱不爱毛丫丫吗？我现在可以回答你。我爱他，过去爱，现在爱，将来也一定会爱他。所以，我不能娶你。你爱他？你竟然还爱他？我为你做了那么多努力，你竟然告诉我你还爱他？为什么？小辉，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？童话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小辉，爱不爱我是你的权利，你今天可以拒绝我，你可以不要娶我，但是你休想跟丫丫在一起。你今天要是不答应我，我就立马打电话给丫丫。我告诉她，当初背叛她全是因为我。你觉得这样，她还会接受你吗？你是在威胁我？是，我是在威胁你，我是在逼你，可是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太爱你了。你为什么就是不明白呢？丫丫已经什么都有了，她有了刘火，她有一家子的亲人，她还有孩子。可是我呢？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只有你了。你做决定了？说还是不说？喂，丫丫，我是向辉，我要跟你说件事情，你不需要说话，就听我把话说完就行。丫丫，我就是个混蛋。我之前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，
我背叛了你，伤害了你。我不是向你解释什么，我只要你听我把话说完。丫丫，我对不起你。我也不想再骗你了。其实之前跟我在一起的人，并不是那雪儿，是童话。对不起，跟我在一起的人，一直都是童话。他一定是在骗我，怎么可能是童话呢？不可能，他和童话怎么会在一起？告诉我，你和向辉是假的，你们之间什么都没有，你不会骗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两个是最好的朋友，我们两个是那么多年的闺蜜，我们两个之间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。你出来，你告诉我，你们两个之间什么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你快出来，你快出来！光明也就到了尽头，你双手的温柔怎么挽留？痛不欲生，不但是我的敌人，越是越想，越是想你，越是心疼。骗自己你会懂，多久我都愿意等，到明天，到明年，到永恒。深夜里全是你的印记，在脑海里放光，都挥之不去。如影随形，你眼睛像电影，若离开你给的温柔，我就无法呼吸。忘不了你，怎么行？怎么听？怎么告诉你？我只靠你不要的心。向辉打电话说，你们一直在一起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花，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。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，我也就不瞒你了。我爱向辉，我爱他，我爱的比你早，比你深，比你彻底。
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什么时候？说啊！在我知道自己怀孕之前，甚至在我失去酒店的工作之前，甚至更早。在我傻傻的认为你跟向辉是我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的时候，是的，我们很早就在一起了。你真是我的好闺蜜。这一巴掌我等很久了，现在我也坦然了。丫丫，我告诉你，对于向辉，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。童话，你是我最好的闺蜜，你怎么忍心？你明知道我怀了向辉的孩子了，你怎么忍心我告诉他呀？啊！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啊！你知道我和向辉是怎么在一起的？那得多感谢你割毛西林，是他收了我的钱，制造了这一切。我哥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我不相信！我不相信！你撒谎！都这样了，我还有必要骗你吗？你可以亲口去问问他，他是怎么配合我去拆散你和向辉的。也许向辉真的不属于你，即使你们先在一起了又怎么样？你们迟早会分开的。因为老天爷知道最爱向辉的人是我，童话。对，是童话。老天爷知道最爱向辉的人是你，童话。我最好的朋友。童话，你听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俩的关系一刀两断。这是？看看吧，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儿。丫丫跟刘火离婚了，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？啊，都怨你当初为什么非不让向辉和丫丫在一起呀？要不然丫丫能像今天这样为难吗？那我也是希望她嫁个有钱人，我有什么错啊？丫丫嫁不嫁有钱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丫丫嫁不嫁谁跟你又有什么关系？你管那么多事儿干嘛？你就管好你自己，早点给我生一个孙子。丫丫，你怎么了？王希林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童话跟向辉在一起了？
向辉在一起的事情，是不是你知道的？你可是我亲哥呀！丫丫，丫丫，丫丫。 西里，刚才丫丫说的是真的吗？童话和向辉在一起是你一手制造的，你混蛋！丫丫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毛西里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 我当然知道你在这儿了，又不是第一次。你一不开心就会来这儿啊。走吧，跟我回家吧啊！我不回去，我没家。你这孩子怎么说傻话呀？你怎么没家呀？我没脸回去。自己的家怎么会没脸回去呢？我答应过爸爸，我会进屋的。 我没做到，我没做到。王心凌，你告诉我，我是不是不应该生下笑笑啊？我现在心里好痛啊！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大坏蛋，我是个骗子。 我对不起刘火，我对不起他妈。你知道吗？他妈对笑笑特别好，对我也特别好。还有向辉，那个大坏蛋，他居然告诉我。 他跟童话在一起，所以离开我。童话跟向辉，我最好的2个朋友，居然背着我在一起了。还有你，毛西里，我的亲哥哥。 居然为了钱，帮着我的闺蜜一起算计我，把我跟我6年的男朋友搅黄了。这真是比电视剧还精彩啊！啊！毛丫丫，你是个大笨蛋，你活该被所有人背叛，你活该呀！ 丫丫，你别这样，你打我，你打我，打我，打我，打我！哥，你告诉我为什么呀？我做错什么了？老天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？老天！丫丫，丫丫，哥错了，我原来就是想向辉配不上你，我希望你离开他，找一个更好的。 还有童话他们家那么有钱，我就是想骗点钱用。丫丫，我现在知道错了，只要你能原谅哥，哥发誓，我以后我改，我洗心革面，我再也不做这些个龌龊的勾当了，行吗？丫丫，丫丫，来，哥跟你一块儿喝，来，喝呀！向辉，你别喝了，你喝多了。童话，
丫她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呀？她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一次呢？我那么爱她，她应该知道，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一次呢？真的很爱她，她应该知道呀。哎呀，你不能再原谅我一次吗？哥，丫丫在家吗？在呢。哦，你先等会儿上去，找你谈点事儿。什么事情？其实我做过一件很对不起你的事儿，我真心希望你能原谅我。你能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啊？你跟童话的一夜情，是我一手制造的。你在说什么？丫丫没跟你说吗？大哥，你是丫丫的亲大哥，童话是丫丫最好的朋友，你们两个人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小慧，小慧，小慧，你冷静点。你现在打也打得，骂也骂得，你怎么惩罚我都行。你听我说，我们家条件实在是太差了，丫丫是我唯一的妹妹，我是真心不想希望她下辈子再受苦了。可是你呢？你说你那个时候条件一穷二白的，你别说帮衬我们家了，你自己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。所以，理解哥。小慧，你果然来这儿了。我问你，这一切你是不是跟毛希林已经策划好了？是你逼着我离开丫丫的，对不对？是我说的。毛希林，你这个白眼狼！你在我这儿交了那么多钱，你现在居然坑我！你这个白眼狼！我是白眼狼，你是什么？你是我妹妹最好的闺蜜，你也背叛她！你混蛋！我打死你！干什么你？够了！你俩闹够了吗？演够了吗？小慧，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你啊！童话，你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这个字了。我一直以为你就是一个被宠坏的小女生，心底还是很善良的。原来你是这么一个有心机的人。我跟毛丫丫这一生的幸福就被你们两个人给毁了。小慧，丫丫。我们已经不是朋友了，请不要叫我丫丫。丫丫，你还要怪我多久？你叫我怎么原谅你啊？你和刘火那边还好吧？我们已经离婚了。离了？
怎么可能？你们要是离了，那我……你那么关心我离不离婚，不是担心我吧？是怕你跟向辉的感情受到威胁吧？你把心放在肚子里，我跟向辉不会有任何关系的。丫丫，那你向我保证，保证你再也不会和向辉好。好，为了我们曾经的友谊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保证不会和向辉好。现在我可以走了吗？我曾经最好的闺蜜，童话。你少跟我说这些官方的理由，不就是为了丫丫跟孩子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跟丫丫离婚了。你究竟还想怎么样？我跟丫丫离婚，并不代表丫丫就会跟你在一起，因为她不会原谅你。没错，你是孩子的父亲，但我要再告诉你，你不配当孩子的父亲。我现在还要工作，以后你没事也少来这里。丫丫，真的非常对不起。你真的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就当是为了笑笑，行不行？你是对不起我。既然你知道，就应该离我远远的，你还跑过来干嘛？你还有资格跟我提笑笑？向辉，你当初背着我跟童话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有想过会有今天吗？你当初抛下刚刚知道自己怀孕的我，杳无音信的时候，你有想过会有今天吗？你的对不起说得太迟了。我现在最大的心愿，就是你从我的眼前消失，从我的世界里消失。因为我看到你，就只有无尽的悲伤和对曾经痛苦的回忆。向辉，我求求你，你走啊，你离我远远的，行吗？丫丫，如果你现在过得好，我会祝福你。可是你现在过得并不好，你跟刘火已经离婚了。你怎么知道我离婚了？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了。丫丫，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行不行？让我照顾你和笑笑，让我弥补以前的过错，行不行？不行。向辉，你听好了，我离不离婚都一样，跟你没关系。还有，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，我求你了。丫丫。